我又何尝不是？不过可惜能力有限，难以改变，怕是此生也没有那个机会去那广阔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了。炎族老祖负手而立，也是感慨起来，境界越高，对修武意图的感悟越深，也越是能体会到自己的渺小，也越是能感受到这天下的浩瀚。不过也许楚风可以，他拥有我们所谓拥有的潜力，便能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事。炎族老祖说道。前辈所说有理。独孤星风点了点头，此刻他对楚风的看法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起初他看好楚风，是觉得楚风能带领他青木山走向巅峰，摆脱与其他80骑名的格局，但现在来看，楚风所具备的潜力，怕是要做出更为惊天动地之大事。那不只是5支圣土的名利之争，也许能够带领他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不过星风啊，此事非同小可，你最好不要再与他人说起，就算你青木盛会内的前辈们也不要提。人心可畏，人的嫉妒心是天下间最可怕的。自古以来天才无数，可大部分都还在未成才的时候便被人害死了。为什么？站在巅峰的人都想一直站在巅峰，不想有人抢了他们的位置。若是有人威胁到了他们的位置，他们便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除掉这个隐患。炎族老祖说道。晚辈明白前辈的意思，今日之事只有天知得知，你知我知。独孤星风说道。你带着楚风走吧。炎族老祖摆了摆手。不是吧，前辈，您还是不打算帮助楚风？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的脸又变了。什么情况？说了这么多，感慨了这么多，赞叹了这么多，到头来还是不帮忙啊？傻小子，楚风这样的人才，我怎能眼睁睁看他去送死？不过去咒土门事关重大，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帮了你们，哪怕我族之人也不行，所以我便不能与你们同行。所以你们先去咒土门吧，我会与你们会合的。炎族老祖说道。晚辈明白，晚辈先替楚风谢谢前辈。独孤星风抱拳施礼。不用谢，我所做的乃是应该做的，只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楚风，若是让我知道你敢亏待于他，我可不会放过你。炎族老祖淡淡的笑道。前辈放心吧，捡到了这样的宝贝，宠着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亏待？独孤星风笑了笑。好了，走吧，别让楚风等急了，他还以为自己真的犯下了什么大错呢。炎族老祖也是再度开心的笑了笑。独孤星风也不怠慢，转身便走出了这结界空间，发现楚风仍站在原地，便一把抓住楚风，来到山谷之外，向下山的路走去。掌教大人，我们这是要走？楚风问道。去咒土门，还是救你朋友要紧？人命关天，不能再拖延了。独孤星风说道。可是那位前辈，他没有追究于我，还是说前辈你与他谈了什么条件？楚风问道。哈哈，楚风，别多想了，你没有闯祸，相反，你立功了。独孤星风拍着楚风的肩膀，哈哈大笑，随后便将事情告诉了楚风。他没有说得太清楚，但却让楚风知道，那只是一个测试。而楚风的测试结果让炎族老祖很是满意，他老人家已经答应帮助他们。听到这里，楚风也是喜出望外，原本以为自己犯下大错，很是担心的他，忽然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楚风，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家人是谁？有没有一点线索？独孤星风很是好奇地问道。他与炎族老祖一样，觉得楚风拥有这样的天赋，那么楚风的父母肯定也不是寻常之辈，搞不好楚风就是5支圣土哪位大人物的后代。回掌教，楚风真的不知道。楚风摇了摇头，关于他的家人，他不愿透露太多。没关系，若是有缘，自会相见。见楚风有些不悦，独孤星风反倒安慰起来。随后他也不再问关于楚风家人的问题。下山之后，楚风等人发现红强、苗人龙，包括严邪、严如、严雷、严族族长等人都没有离开，他们都在山下的出口等着他们。而会面之时，独孤星风便以有要事为由，准备立刻离开。尽管严族族长再盛情挽留，也是没用。无奈之下，众人只好为楚风等人送行。送别之时，严如万分不舍，说什么也要让楚风有时间的时候来找他玩。对于这一幕，严族众人都颇为无奈，还都以为是这个小丫头对楚风春心荡漾了呢。若是动心没关系，但是表现得这么明显，也就太说不过去了。好歹也是黄花大闺女，严族族长的女儿。不过这个丫头的性格就是如此，就连严族族长也是没有办法。而这也正是颜如的可爱之处。严邪兄，别忘记了你我的约定，下一次可要分出个胜负高低。楚风说话间对严邪伸出了拳头，这不是挑衅，而是约定。尽管楚风与严邪相识不久，但却发现严邪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明明天赋异禀，却没有将所有人都不放在眼中的高傲，并且他与自己交手也是点到为止，否则他们二人今日的交手怕就不是平局收场了。所以楚风觉得严邪此人倒是值得一交，一定。而严邪也是伸出了拳头，与楚风的拳头碰在了一起，这看似轻轻一碰，实则重若泰山，因为这是男人之间的约定。楚风一行人离开了，离开此处后，径直的前往了咒土领域。青木领域位于5支圣土之南，而咒土领域位于5支圣土之东，所以两地相隔颇为遥远，哪怕几位半地巅峰带路，也是需要赶上一段日子才成。想不到兜了这么大的圈子，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最后还是没能请动那炎族老祖。苗人龙颇为抱怨的说道。楚风明明已经证明了自己，可是炎族老祖却还未出手相助，看来他也没有独孤掌教说的那么大义凛然，还是存有私心啊。界师联盟掌教也是发起了牢骚。红强没有说话，却发出了一声冷哼，其中的轻蔑不言而喻。几位小友在人背后说人是非，这可是不对的。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老者的声音在他们身旁响起，
与此同时，那声音传来的方位空间一阵蠕动，炎族老祖的身影浮现而出。炎族老祖见到炎族老祖，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都是吓了一跳，这出现的也实在是太突然了一些，让他们毫无准备啊！独孤掌教，你太不厚道了，前辈既已答应帮忙，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界师联盟掌教很是聪明，知道炎族老祖并未拒绝，肯定是答应了，否则不会追来，所以赶忙把责任推脱给独孤星风。就是独孤掌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害得我们都差点误会了前辈。红强也是附和道，我的确没说前辈答应了，但我也没说他不答应啊，是你们自己以为他没答应的，怎么怪起我来了？独孤星风不愿背这个黑锅，赶忙反击，哈哈，好了，老夫可不是小肚鸡肠之人，救人要紧，耽误不得，我带诸位快行一程吧。炎族老祖说话间，大袖一挥，一层武力便覆盖楚风等人，随后只见其意念一动，那武力便如光一般，快速穿梭在白云之巅，向纣土门的方向飞掠而去。武帝的速度当真是超乎想象，此刻楚风当真是欣喜无比，但是他的欣喜却并非感受到了武帝这超然的速度，而是因为他请到了这么多位高手去解救蛋台雪，4位半地巅峰都是掌教级的人物，还有一位炎族老祖，堂堂武帝强者，这样的阵容真乃豪华阵容。纣土领域位于5支圣土之东，这里算是9氏占据的领域之中最为辽阔的一处，所以纣土领域的人口也可以说是9氏占据的领域之中人口最多的。可是最近纣土领域的人口却在急速减少，为何减少？只因2个字：俘虏。不要抓我相公，放了我的孩子，求求您，娘亲救我，父亲救我！纣土领域一座边城之内，哭声滔天。原来是有一群人来到了此处，要将城内的所有人全部抓走，而这群人不是别人，正是这纣土领域的霸主纣土门的人。忽然一道血光闪过，足足300余人全部化作血水，死的不能再死。那血水如同雨水一般倾洒而下，狠狠地拍打在哭喊之人的脸上、身上、衣服上，强大的力道竟将他们纷纷拍翻在地。谁敢再哭喊，我就要谁死！其中一位纣土门的老者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而他此话一落，便没有人敢再哭喊了，所有人都是乖乖的被这群纣土门的人抓上那比这座城池还要巨大的战车之上。哈哈，一群废物，胆小如鼠，简直枉为人类！见城内的人都害怕了，另外几位老者也是发出笑声。这几位老者显然都是他们这伙人的领头，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是半地境界修为，可算是不弱，就算在纣土门内，应该也是核心长老级的人物。身为此处的统治者，不保护子民，反而滥杀子民，你纣土门可真够可以的。忽然一道身影飞落而下，此人身披黑袍，遮盖容颜，连气息也是捉摸不透，但他却落在了这6位长老的面前，挑衅着他们。哪来小畜生，连我纣土门的闲事也敢管？那位先前杀人的老者冷哼一声，手臂一挥，一道符纸飞掠而出，夹带层层杀气，向那黑袍人射了过去。这是纣土门炼制的符纸，看似简单，但却蕴含武技的威力。这位半地级的老者发出，连一座浩瀚城池都能炸得渣都不剩，若是打在人的身上，那便可想而知会有多么恐怖。可那黑袍人不闪不躲，反而手掌探出，竟将那符纸抓在了手中，随后五指合并，猛然一握，只听的一声，那符纸便在其手中爆炸开来。可是他的手掌却是毫发未伤。见到这一幕，纣土门的众人都是吓得一愣，这道符纸威力之强，寻常的半地躲都来不及，哪里敢挡？而对方不仅挡了，还握于手中，任凭那符纸威力大显，却毫发未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方非常之强。而那位身形飘渺，快如鬼魅，根本不给纣土门之人思考的时间，微微晃动之际，已是来到了那位老者的面前，一只大手宛如利刃一般，噗的一声刺入了那老者的丹田，竟将他的丹田给硬生生的扯了出来。你知道吗？就连丧坤都不敢对我说你刚刚所说的话。那黑袍人说完这句话后，手掌微微一颤，只听砰的一声，那老者便爆炸开来。快跑！眼见大事不妙，反应快的纣土门之人转身便要逃跑，可是只见那黑袍人大袖一挥，一阵武力便奔涌而出，只听宛如鞭炮一般的声音不断炸响，那些逃跑之人早就血肉模糊，化成雨水，全部阵亡。跑！我倒要看看谁还敢跑！黑袍人发出一声讽刺的轻笑，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大人给一条生路。见状，纣土门剩下的人都不敢跑了，纷纷跪在地上，对着黑衣人磕头作揖，哀嚎求饶。一群畜生，手段残忍，却又胆小如鼠，简直枉为人类。黑袍人说出这样一句话后，便双手负于身后，脚踏虚空而行，一步一步，却很快速地向青天白云行去。眼见着那位越走越远，纣土门幸存的人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可忽然间，那位黑袍人袖袍再度轻轻一挥，一阵压迫性的力量便从天而降，又是一阵爆炸响起，血花四溅之间，纣土门的所有人都已死去，一个不剩。与此同时，那巨大的战车也被击碎，被关押在其中的人都被放了出来，密密麻麻的如同蚂蚁一般。原来在那战车之中被关押的人还不止这个城池的人，简直数不胜数，竟有数百万之多。看着那渐渐消失在天际之上的黑袍人，被放出来的人都愣在了那里，连句话都说不出话来，只是静静的看着，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与感激，因为他们知道是那位救了他们，是那位放了他们，多谢救命之恩，多谢救命之恩。直到那位消失，那些获救的人们
才纷纷跪倒在地，如同叩拜神灵一般，叩拜着：“快逃吧，到深山老林中隐居起来，否则咒土们不会放过你们。”天空之上传来了这个声音，听得此话，人们都反应过来，有的御空而行，有的疯狂奔跑，有的祭出宝物，使尽各种手段，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向四面八方逃窜而去。此刻，黑袍人已经来到了白云之巅，在这里还站着5个人，这5个人便是楚风等5人。黑袍人摘下了斗篷，露出了他的面容，原来他是青木山的掌教独孤星风。怎么样，记住那几个人的样貌了吗？独孤星风对戒师联盟掌教问道。早就搞定了，吃下吧。戒师联盟掌教说话间，手掌张开，那上面有着6颗药丸，分别递给了独孤星风等5人。楚风等人将药丸服下，身体便开始急速变化。楚风的变化最为明显，竟眨眼间变成了那位被独孤星风活活震死的老者，就连气息也是一模一样。而戒师联盟掌教独孤星风、苗人龙、红强也都纷纷变成了另外4位咒土门长老的模样。想不到我们还要变成那几个人渣的模样。戒师联盟掌教发出了一声轻笑，随后便将手中最后1颗药丸递给了炎族老祖。前辈，请。我就不必了，你们几个混进去后，我会在暗中守候，若是煞帝不出现，我就不出手；若是煞帝出手，我便挡住他。所以你们几个放心的去救人，不要有太多的顾忌，不过也尽量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能不惊动煞帝，最好还是不要惊动他，否则惊动煞帝事小，我若与他交手，惊动了咒土盛会的其他5帝，那可就不好办了。炎族老祖说道。原来他们早有计划，就是伪装成咒土门的人混入咒土门之中，然后再去解救蛋台雪。以楚风等人的本事，假扮成咒土门的长老混入咒土门简直就是太轻松的小事。而经过一番暗中的打探之后，他们也是很快得知了蛋台雪被关押的地方，那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位于咒土门的深处，可以说那是咒土门的禁地。不过最近这禁地却有些特殊，看管的没有以前那么严格，只要是咒土门的核心长老或是一些厉害的弟子，都有资格进入其中。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咒土门最近在大肆的抓人，不仅抓人，妖兽也抓，甚至连猫猫狗狗小兔子这样的小动物都抓，只要是具有生命的他们都抓。而他们这些抓来的生物都在往那禁地运送，没人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但是护送这些抓来的生物是需要人手的，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才导致凡是咒土门的核心长老和一些厉害的核心弟子都可以进入，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要做什么？站在那禁地的入口外，看着那来来往往输送生灵的人们，楚风发出一声疑问，直觉告诉他，咒土门这样的势力肯定不是在做什么善事，不管做什么，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劝你有心理准备，咒土门本就不是什么名门正派，与邪教没有什么区别。独孤星风暗中传音于楚风，说话之间，他已是向那禁区走去，而楚风等人都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这禁区很大，尽管是在一个城堡之中，可这绝非普通的城堡，浩瀚到无边无际，简直自成一体，像是一个被封锁了的世界。起初，楚风等人看到的都还很正常，到处都是咒土门的人护送平民百姓前往禁地深处而已。可是走着走着，楚风就感觉有些不对了，他闻到了阵阵古怪气味，那气味很不好闻，是血的味道，并且越是前进，那味道越是浓郁，到的最后，那气味腥的发臭，让人难以忍受，并且楚风们能够听到惨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不安，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因为那叫声实在是太惨了。终于，楚风等人来到了那惨叫发出的源头，看到眼前的一幕，哪怕是楚风也是大吃一惊。那是一个巨大的池子，巨大到了什么地步？无边无际，而那池子里面此刻皆是血红色的液体，那是血液，真正的血液，不只是妖兽，不只是动物，还有人类的血液。这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楚风亲眼看到那些咒土门的人正在把那些平民百姓以及抓来的妖兽或是无知的动物们往那血池推送，而推送之前，咒土门要做的就是了结那些生灵的性命，所以才会有那些惨烈的声音。而只要落入那池子，就会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炼化，化作血水。这一幕惨不忍睹，真是猪狗不如，丧尽天良。看着那一望无际由无数生灵之血肉化作的血海，看着那被活活杀死然后推入血池中的生灵，楚风的双拳握得滋滋作响。他此刻有的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深深的愤怒。不过相比于楚风、独孤星风等人，倒是显得淡定得多。他们似乎早就看惯了这样的场面，以人血进行修炼，这是邪恶的功法。不过我想，这血池不是给咒土门的长老和弟子用的，应该是为咒土盛会的那些老怪物们准备的，否则咒土门不会这般兴师动众，肆意的在咒土领域内抓人抓妖兽。独孤星风说道，修炼，拿人的血肉进行修炼，靠着杀戮弱者进行修炼。楚风表示震惊，他倒是知道这种邪恶的手段，可是当亲眼看到那亿万生灵这样死去后，他的内心也是起伏不定。应该是咒土盛会内有人想用魔功来突破屏障，所以才做了这样阴狠的事情。邪门歪道本就是如此，在他们来看，自己的修为才是最重要的。若是能用别人的命做自己修炼的垫脚石，成就自己的话，就算杀再多无辜的人，他们也不会犹豫。而咒土门本就是这样的势力，不过自从加入九世后，他们已经收敛了很多，想不到现在又犯起了老毛病，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阵势。看来这要突破修为的人很不寻常啊。独孤星风的眼中闪过了一抹警觉，他隐隐觉得是咒土门的某位大人物要突破屏障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可不是好消息。掌教大人，为何这样的势力也能与九世并存？为何这样的势力
五之圣土也能容得下。九世的宗旨不是除魔卫道，不是守护苍生吗？为何放任咒土门而不管，反而让他与自己并存？楚风很是不解地问道。除魔卫道，守护苍生，说着容易做着难。咒土门这样的势力，有谁愿意与他们兵戎相见？就算真的除掉了他，肯定自己也会有着极大的损失，而这样的损失很可能会被其他势力趁虚而入，到最后就算除掉了咒土门，自己也被人除掉。而且就算除掉了咒土门，能除得掉其他势力？能除得掉四族？能除得掉三府？能除得掉远古精灵吗？没有着绝对的实力，就别想着让天下和平，因为你管不过来，你也管不起。咒土门是混蛋了一点，不过比起两大势力真正交手后所造成的伤亡，这算是好的。独孤星风说道。楚风，天下间的不平之事太多了，可就如独孤掌教所说一般，有些事不是我们不想管，而是管不过来。今天咒土门的所作所为，你是看到了，所以才心生愤怒。但是你要知道，与此同时，也许在其他地方，也许有着其他人在做着比这还恶劣10倍、100倍，甚至1000倍的事。而那么那些惨死的生灵，没人看到他们是怎么惨死的，更没人去帮助他们，那他们又当如何？苗人龙也是开口说道。楚风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听到独孤星风与苗人龙的话后，楚风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天下间不公平的事太多太多，弱肉强食，这也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而楚风现在连自己都管不好，连自己想救的人都救不到，又凭什么去管别人？要管可以，除非你有绝对的力量，能够解决天下所有不平的事情，否则就算做了再多，救了再多，也只是冰山一角。人不能见死不救，但更不能不自量力。楚风是一个有善心的人，楚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不想也不愿意看到那些无辜的人白白死去，所以他想管这种所谓的闲事。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不自量力的人，不会因为一时冲动，不会因为良心上的过不去就贸然出手，从而去葬送了自己，因为那是不明智的行为，是白痴一样的行为，害人害己。所以楚风很清楚，现在就算他想帮忙，却也还不是时候，因为他的实力还不够。说简单一点，他需要变强，他需要变得更强，至少强过大部分施暴者，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亲人，保护更多的弱者。我们走吧。楚风选择继续往前走，在没办法救天下苍生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先救自己至亲之人。但楚风却在心中暗自发誓，有朝一日他必要灭掉这咒土门，还这咒土领域之百姓一个安宁。他也许无法解决天下间所有的不平之事，但是他见到了的就绝对不能不管。现在没实力，楚风可以放着不管，但等有了实力，楚风一定要回来，惩治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灭掉这个不择手段的势力。对于楚风思想的转变，独孤星风等人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们看得出来，楚风是一个心怀大义之人，而五之圣土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变强了，才能为五之圣土带来福。若是相反，那便是祸。继续前行的道路，楚风等人见到了更为惨不忍睹的事，咒土门的人竟然拿活人做实验，实在可恶到了极点。不过楚风他们却没有再为这些事情止住脚步，他们一路前行，途中还悄悄杀了几位身份超然的人物，随后伪装成那几位的模样，继续深入。终于他们来到了那关押蛋台雪的地方，并且成功混入了其中。关押蛋台雪的是一个密室，这密室的防护很是坚固，不过却难不住独孤星风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能强拆，因为他们不确定那密室内有没有蛋台雪，更不确定那密室内有没有机关，不确定如果强拆会不会引起咒土门所有人的注意。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确定蛋台雪是否在里面，这难不倒他们。有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和红强这样的蛇纹及黄袍界灵士在，想要凭借肉眼便看穿这密室内的一切，其实很简单。事实上，莫说他们3位，哪怕楚风自己也能够看到，毕竟楚风的天眼可是最强的一种洞察手段。来到此处后，楚风等人先隐藏了自己，随后楚风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天眼，想要看一看密室内的情况。在天眼之下，那密室的屏障渐渐消失，很快密室内的一切都浮现在了楚风的眼前。这密室与楚风想象的有所不同，比起这禁地到处的阴森，这密室内竟然富丽堂皇，根本不像是关押人的牢笼。但是在那里面的确关押着一个年轻的女子，那女子被层层暗黑色的锁链捆绑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座上面，而这名女子身穿白裙，体态优美，长相更是胜过天仙，那双眼睛仿佛蕴含整个星河，深邃而迷人，尤其在那又长又翘的睫毛点缀下，显得楚楚动人。而那白皙的脸颊简直比婴儿的肌肤还要细腻，这样的脸颊还是一张标准的瓜子脸，美，真的是太美了。这名女子的五官都是无法挑剔，比白若晨要美，比司马颖要美，甚至比苏柔苏美都要美，简直能与紫菱相媲美，是真正的倾国倾城之貌。不过这名女子却由于紫菱的清纯可人完全不同，这名女子那绝美的脸颊上散发的是一抹忧郁的气质，而她的身上散发的是冰冷的气息。她拒人于千里之外，只看她一眼就知道她与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仿佛你永远也无法走到她的心里。真正的轻视脱俗，不染染尘，这哪里是人，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仙子。这么美的仙子会是蛋台雪？楚风明明记得蛋台雪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子啊，不，她就是蛋台雪。因为楚风记得蛋台雪身上的气息，这不会错，眼前的就是蛋台雪，不可能有错。很显然，之前楚风所见到的蛋台雪是假的，那副丑陋到令人作呕的容颜是假的，而眼下这美丽到胜过天仙的绝世容颜才是真的。蛋台雪是故意伪装了自己，把自己这位绝世大美女伪装成了一个超级大丑女，
其实楚风倒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美女在武之圣土这样的地方可并不缺少，但是如同淡台雪这样美丽女子可就太少了。至少楚风来到武之圣土之后，还是第一次看到淡台雪这样美丽的女子，第一次看到能与紫菱的美貌相媲美的女子，这样的美丽容颜，凡是男子看到都会动心，会有很多人来纠缠。但如果淡台雪伪装成一个超级大丑女，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以她那冷若冰霜的性格，做出这样的事，倒也可以理解。想不到这个丫头竟然这么漂亮，隐藏得够深的。当初我竟没发现。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上翘的弧度。身为男人，谁不希望自己身边的女子是个大美女？就算他自己觉得无所谓，但是在内心深处，那些他无法控制的领域，还是会隐隐的希望着。所以现在的楚风很是窃喜，因为淡台雪给了他一个惊喜。不过楚风之所以笑，却也并非因为淡台雪的美貌，而是因为看到淡台雪后，他的担忧便减了不少。因为他发现淡台雪虽然被捆绑着，可是身上却没有受伤，一点伤都没有。这便说明淡台雪虽被抓来已久，但却并没有受到严刑逼供，没有遭受皮肉之苦，这就是好的。楚风，你的这位朋友不简单啊，竟然是2品半帝，比严邪还要强。忽然洪强的传音映入楚风耳中，而这一刻楚风也是恍然大悟。先前的他只顾着看淡台雪那绝美的容颜了，却忽略了淡台雪的身份。果不其然，淡台雪的气息比之当年又强大了数倍，竟是2品半帝。楚风来到武之圣土后，修为可以说是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但依旧没有超越淡台雪，依然被他远远地甩在身后。这淡台雪的修武天赋还真是恐怖，想不到连上一代的咒土七子都聚齐了。这个丫头还真是有点手段啊，能把他们几个聚齐可不容易啊。界师联盟掌教说道。咒土七子，那除了咒土门掌教之外的7个人也是咒土七子。楚风也发现在那密室之中，除了淡台雪之外还有8个人，这8个人之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咒土门的掌教丧坤，而除了丧坤之外还有7个人，这7个人的实力都不弱，竟全部都是半帝巅峰。而看他们的穿着也与咒土门其他长老不同，那不是咒土门的标志，而是咒土盛会的标志。这说明这7人应该全部都是咒土盛会的长老，很可能也就是界师联盟掌教所说的上一代的咒土七子。不，那个黄头发的叫做黄东升，他虽是咒土盛会的长老，但却并非咒土七子，真正的咒土七子是丧坤与其他6位。界师联盟掌教解释道，原来咒土门掌教丧坤也曾是咒土七子。楚风终于明白了，咒土七子原来是一代一代的。虽然丧坤如今贵为咒土门掌教，并且还亲自选出了咒土七子来栽培，但实际上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咒土七子。看来这是咒土门的一种特殊的传承。救人要紧，洪兄与我们一起吧。界师联盟掌教说道。开始吧。见状，洪强与苗人龙也是纷纷点头，随后他们3人便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早有计划，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行动之前必须彻底封锁这里，布置一道强力的隐藏结界。在外界看来，这方区域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道结界不仅能够防止他人逃出，还能隔绝声音，甚至隔绝波动。只要这结界布置完成，楚风他们就可以放心的闯入那密室去救人，并且肆无忌惮的大开杀戒，将咒土门掌教这些败类全部除掉。不过这样的结界自然很难布置，毕竟要防的不是寻常人，而是8位半帝巅峰，并且布置这结界还要小心翼翼，不能发出声响，不能引人瞩目，所以就更是难上加难。哪怕是洪强、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这3位界灵师高手来联手布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独孤星风帮不上忙，所以他这位堂堂青木上的掌教便成为了一个临时的警卫，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若是有人靠近，格杀勿论。有着4位强者在，楚风倒成了一个大闲人，所以他干脆用天眼继续观察那密室内的情况。虽然他听不到密室内的人们说什么，但是楚风的天眼却能够靠着解读他们的口型变化而分辨出他们在说什么。就算听不到，楚风也能够看得到，所以眼下密室的人在交谈什么，楚风也全都知道。淡台姑娘，你让我找的人我都找到了，这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毕竟把我们师兄弟几个再聚到一起，这可不容易。现在你总可以说出我那符咒摄魂笛在哪里了吧？咒土门掌教问道。很奇怪，淡台雪不仅偷了他的东西，还被误认为杀了他的得意弟子，但是他对淡台雪的态度不但不恶劣，相反还很是和蔼。最重要的是，那种和蔼竟不像是装出来的。我杀了你最得意的几个弟子，你真的要放过我？淡台雪说道。我承认你杀了7杀他们几个，我很是心痛，不过我是一个有眼界的人，7杀他们几个天赋是很不错，但是与你比还是差了太多。若是他们的死能够换得你的加入，那我想这不是祸是福，7杀他们几个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所以丫头，你放心，只要你交出符咒摄魂笛，我不但不会杀你，反而会保你荣华富贵，收你为我的亲传弟子。日后咒土门的掌教之位我也会传给你，让你做我咒土门有史以来的第1位女掌教。咒土门掌教信誓旦旦地说道。这一刻，楚风明白了，明白为什么淡台雪被抓来这么久却完好无损了。原来咒土门掌教是看中了淡台雪的潜力，想要不计前嫌栽培淡台雪。果然，对于咒土门掌教这种人来说，利益面前情感不值一提。更何况楚风觉得，对于咒土门掌教来说，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把江七杀等人当成他的弟子。江七杀他们这一代的咒土七子不过是咒土门掌教的7颗棋子罢了。如今
出现了一个如此厉害的棋子，莫说舍弃掉几颗，就算把他栽培多年的7颗棋子全部舍弃，想必咒土门掌教也不会犹豫。这位姑娘，丧尸帝向来一诺千金，他不会骗你的。其中一位似是咒土门掌教师兄的老者开口劝道：“蛋台姑娘，我咒土门是一个明事理的门派，只要你肯交出符咒摄魂笛，一切都好商量。”另外几位也是纷纷开口相劝。然而这一刻蛋台雪却是笑了，她这一笑很美，很是动人，不是那种风情万种的美，而是不染凡尘的美，冷若冰霜的美。我把你们叫到这里来，可不是让你们劝我归顺你们的。蛋台雪一番冷笑后说道：“那你叫我们来这里，究竟有何目的？”其中一位问道：“我想要你们的命。”蛋台雪的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寒意。就在这时，那位叫做黄东升的咒土盛会长老忽然袖袍一挥，一把王兵匕首便出现手中，而一道寒芒闪过之际，他便将那把王兵匕首刺入了那位咒土门掌教师兄的丹田之中。随后他手中的匕首猛然一震，只听砰的一声，那位的丹田便被震成粉碎，如死尸一般倒在了地上。黄长老，你疯了！见到这一幕，咒土门掌教等人都是大吃一惊，一脸的不解，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简直让他们难以接受。黄长老，你们几个老畜生也不仔细看看我究竟是谁？那位冷然一笑，随后面容便开始变化。当变化停止之后，那位黄东升已是完全变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位白发老者，白发苍苍，胜过冬雪，可却有着一张中年人的脸，冷峻无比，如刀削的一般，眼中还散发着浓烈的恨意。你是谁？然而看清这位的容貌之后，咒土门掌教以及其他5位师兄弟则是神情一僵，他们居然不认识眼前这位苦大仇深，对他们明显有着很深怨念的白发老者。看来你们作恶多端，作孽无数，已经忘记自己当年做过什么了。不过没关系，我倒是可以提醒一下你们，当年的你们还没有现在的地位，乃是咒土门的弟子。你们奉命去咒土领域东部的蛋台家去借遗物，可你们没有借到，一怒之下便屠杀了蛋台家。而你们这看似惨无人道的屠杀，却让你们立下了大功。咒土门当时的掌教开始真正的培养你们，得到了更好的修武条件，你们才得以更快的步步高升，才会有了今日的成就。那位白发老者说道：“蛋台家，我想起来了，的确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蛋台家的人当年都被我们杀干净了，你不可能是蛋台家的人。”咒土门掌教说道：“师弟，你记性太差了，当年我们屠戮蛋台家之后，不是放了一个人吗？”其中一位老者说道：“有过吗？”咒土门掌教似乎真的想不起来。当然有，是一个不满15岁的小鬼。那位师兄提醒道：“我想起来了，当年的却放了一小鬼，那是一个非常怯懦、非常无能的孩子，胆小如鼠，毫无尊严，被吓得尿了裤子不说，竟然还当着我们的面喝掉了自己的尿。原来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喝尿的小子。”咒土门掌教恍然大悟，而说出这句话后，咒土门掌教以及他的几位师兄弟都是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是嘲讽。看到咒土妻子这样的笑，那位白发老者目光变得越发冷冽起来，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当年他们7人也是像现在这样嘲笑自己的。你们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忍辱负重，不惜在你们的威逼下喝尿也要活下来吗？白发老者问道。因为你胆小如鼠，贪生怕死。咒土门掌教说道。不，我蛋台英明，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我之所以要活下来，为的就是今天替我的族人报仇。话到此处，蛋台英明忽然出手，手中的匕首虽然只是王兵，但是散发出来的却是地威，划过虚空，竟会发出怒吼，威势之骇人，简直超乎想象。而此刻的他正携带着那强大的力量，攻向了距离他最近的人。咒土门掌教丧坤单枪匹马便想与我们兄弟抗衡，你可真是不自量力。咒土门掌教发出一声冷笑，随后便联合他的5位师兄一同攻向了那蛋台英明。7位半地巅峰级的强者交战在一处，那等威势果然不同凡响。若不是那密室足够坚固，单单是他们造成的威势就足以将那密室摧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管他们交手的多么激烈，却都有意无意地保护着蛋台雪，没有一道余威是攻向蛋台雪的。由此可见，蛋台雪的天赋对于咒土门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哪怕明知道蛋台雪想杀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杀掉蛋台雪，还是心怀残念，想要让蛋台雪归顺于他们。在5之圣土，天才果然很有价值，就连咒土门这样丧心病狂的存在也不愿轻易摧毁，而是想着为自己所用。楚风，看来你的这位朋友是故意落网，引诱咒土妻子聚到一起，然后想来个一网打尽，以报灭族之仇。苗人龙的传音映入楚风耳中，这蛋台英明很是厉害，同是9品半地，却能够以1敌6不落下风，甚至还隐隐间占据了上风。这等实力不出千年，也许能够成为一代武帝。洪强说道。而此刻戒师联盟掌教虽然没有说话，却也是频频点头。原来尽管他们3个在布置着封锁这里的结界，但却也在关注着密室内的情况。密室内的战斗越来越激烈，道道符纸每一道都蕴含着不同的属性，有雷电，有火焰，甚至有狂风。在那小小的密室内充斥着各种元素，可是无论是狂风还是闪电，都无法伤及那蛋台英明。他就如同一个鬼魅，随心所欲的在咒土6子之间穿梭，甚至还不断发动攻击。果不其然，咒土7子只有7人全在的情况下才是最强，而只要缺少1人，就如同6条只会乱叫的狗，连咬人都咬不到。蛋台英明发出了嘲讽的声音，他显得很是激动，因为等待这一日，他等待了几千年，今日便是他血刃仇人的日子。原来你偷袭我们老七，是惧怕我们兄弟7人的咒土7杀阵，真是卑鄙。咒土门掌教
终于反应过来，卑鄙，我可比不过你们。蛋台英明冷声说道，你的确比不过我们，因为你终究是一个喝过尿的废物，比我们斗你还差得太多。咒土门掌教发出一声冷笑，随后便大喊一声，老七，你还准备装死装到什么时候？而咒土门掌教话音落下之后，那倒在地上已被蛋台英明废掉了丹田的咒土老七竟然站了起来，你没死。见到这一幕，那蛋台英明顿时吓得一愣，刺得很准，手段够狠，不过可惜我天生2个丹田，只破1个，我可不会有事，不但不会死，连修为也不会掉。那咒土老七的嘴角掀起了诡异的微笑，六位师兄布阵吧。话罢，咒土老七的手中便出现了一道卷轴，那卷轴张开，满是符咒，他将那卷轴直接缠在了自己的腰上。这一刻，他的身上便散发出暗紫色的诡异气体，整个人的气息也是变得阴森无比，仿佛他不是人，而是一只恶鬼，要索人之性命，要为祸世间。咒土七杀阵。与此同时，咒土门掌教等6位也是纷纷自乾坤袋内取出一张相差不多的卷轴，并且与那咒土老七一样，将那卷轴缠在了他们各自的腰间。而当7人的气息全部发生改变之后，他们腰间的卷轴竟然开始闪现出暗紫色的光芒。而这一刻，他们7人的气息瞬间提升，那种强大的力量，哪怕楚风在密室之外根本就感受不到，只能用肉眼看到，但却也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太强了。只在这一瞬间，咒土七子仿佛就已经超脱了半地境，好像同时踏入了5地境一般。幸好楚风见过真正的5地，所以尽管此刻咒土七子的气息很强，但是楚风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他们与真正5地的差距。他们虽然气息变强了，已经很是接近5地的实力，但是与真正的5地相比，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他们还不是5地，依然是半地。但是楚风却在那蛋台英明的眼中看到了惊恐与不安，这说明蛋台英明怕了，而他这一怕，便说明他不是咒土七子的对手。忽然，咒土七子一同出手，各自从手中丢出1道符纸，那7道符纸合为一体，融合之后，竟化作一把暗紫色的大锤子，携带暗紫色的气焰，向蛋台英明砸了过去。得劲，金佛手。见状，那蛋台英明赶忙双手变化凝聚武力，在其身前布置了一道武技，那是一道金灿灿的大佛。佛不是很大，挡在他的身前却神圣无比。这是一种防御武技，非常强力的防御武技。楚风能够看得出来，在这道防御武技的面前，他的苍冥第9斩都只会像挠痒痒一样，根本难伤对方分毫。这武技被蛋台英明这种半地巅峰施展出来，还真是恐怖，那种防御力简直就是无懈可击。然而就在这时，那咒土七子联合施展的紫色锤子已是砸在了那金佛之上，在一声巨响之下，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金佛竟被砸成了粉碎。这倒也不是说这金佛不够坚固，实在是那咒土七子的紫色锤子太过凶猛了一些。而那锤子砸碎金佛之后，速度更是再度提升，化作一道暗紫色的光线，直接落在了蛋台英明的胸口。此锤砸中，居然洞穿了蛋台英明的胸部，而蛋台英明不仅狠狠地撞在了密室的墙壁之上，更是大口的鲜血自口中喷了出来。倒也不是说是蛋台英明的忍受能力差，实在是那锤子的威力太强，蕴含特殊的力量，而那力量此刻正在蛋台英明的体内肆虐着。4位前辈，不好了，那蛋台英明有危险了。见到这一幕，楚风赶忙向独孤星风等人求救。不行，阵法还没有布完，我们不能贸然出手，否则我们若现身，丧坤他们必定会发出求救信号，那个时候我们可就要功亏一篑了。然而楚风的求救却换来了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红强、独孤星风等4人同时的拒绝。但若再不出手，那蛋台英明可能就要死了呀。楚风传音道：放心，楚风，他还不会死。以咒土七子现在的实力，若真的想杀他，刚刚那一锤子就可以要了他的命。界师联盟掌教说道：对，以咒土七子的作风，肯定是要好好的折磨一下这个蛋台英明。苗人龙也是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用自己的身躯来为我们拖延一下时间吧，反正要不了多久了，这结界就要完成了。红强也是开口说道：他们3个已经看出咒土七子还不打算杀掉蛋台英明，是要折磨蛋台英明，而红强他们的意思就是任由咒土七子他们折磨蛋台英明，他们便用蛋台英明受折磨的这个时间来完成这道阵法。看来也只能委屈一下这位蛋台前辈了。楚风也觉得红强他们说的有的道理，虽然被折磨很痛苦，但只要不死就是好的。而红强他们现在若是贸然出手，让咒土七子发出求救信号，那他们悄悄潜入来到此处的所有努力就等于功亏一篑，得不偿失。小畜生，当年好心放你一马，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竟然还恩将仇报，今日我就斩草除根，杀掉你这废物。那个咒土老七走到蛋台英明面前，狠狠地说道：老七，等一等，先不要杀他。可就在这时，咒土门掌教却忽然开口，他走到了蛋台英明的面前，抽出1道符纸贴在了蛋台英明的身上，那符纸一落，竟然化作一片火焰，那火焰直接将蛋台英明烧成了一个火人。可是这种情况之下，蛋台英明却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就像是没有感觉一般。你倒是能忍。咒土门掌教冷哼一声，随后又抽出1张符纸贴在了那蛋台英明的身上。那第2道符纸落下之后，蛋台英明身上的火焰竟然瞬息熄灭。此刻的蛋台英明肌肤已经发黑，浑身上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已被那火焰烧焦了。我看看这一次你还能不能忍。咒土门掌教说话之间，单手捏诀，那落在蛋台英明身上的符纸光芒一闪，
竟从中钻出无数条绿色的蜈蚣。那蜈蚣不仅身体是绿色的，还散发着绿色的气焰，那是一种毒气，很烈很凶的毒气。而这些绿色的蜈蚣自符纸钻出后，便爬遍蛋台英明的全身，随后便开始钻入蛋台英明的体内。这一刻，蛋台英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甚至堂堂半地巅峰的他都疼得在地上来回翻滚，可想而知那种疼痛是多么的难忍。蛋台姑娘，这虫子叫做幽毒蜈蚣，这幽毒蜈蚣不吃人，也不咬人，但却有一个特点，它喜欢藏在人的体内，用自己的毒气不断的折磨人，直到将一个人折磨死为止。现在这个小畜生体内的毒素才刚刚开始蔓延，所以他现在承受的痛苦还不算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累积，毒素的增加，他所承受的痛苦可就真的超乎想象了。我只要想一想，那种感觉都会不寒而栗啊！咒土门掌教笑眯眯地对蛋台雪说道：“你想我做什么？”蛋台雪是一个聪明人，他看出来咒土门掌教是要拿蛋台英明来威胁他。聪明，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丫头。你要做的很简单，把这个服下，然后在体内炼化。咒土门掌教取出一道特殊的符纸，那符纸上面画满了虫子一样的纹路，并且涌动着暗紫色的光芒，单用肉眼来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雪儿，不要服用，那是咒土门的傀儡符，只要你心甘情愿地将它服下，并且炼化，就将成为他们的傀儡，再也没有自己的意识。蛋台英明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没错，他说的很对，但是这是你救他的唯一办法，你要么吃下这个，要么眼睁睁看他死，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咒土门掌教恶狠狠地说道：“不，你错了，这不是救蛋台英明的唯一办法，蛋台雪还有其他选择。”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在密室之外响起。什么人？听得此话，咒土门掌教等人也都是大吃一惊，赶忙警惕地望向那声音传来的地方。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传来，这由多种寒铁融合而打造的坚固密室竟被硬生生地轰碎开来。但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当那密室被轰碎之际，两道流光以飞快的速度掠入其中，在咒土门掌教以及他6位师兄弟的眼皮子底下，将蛋台雪以及蛋台英明给救走了。而救人的2位正是独孤星风以及红强。丧掌教，别来无恙啊！独孤星风将蛋台雪推到身后，笑眯眯地对咒土门掌教说道：“竟然是你们！”这一刻，咒土门掌教等人终于看清了这几位不速之客，而相比于先前看到蛋台英明露面时的反应，这一刻的他们当真是震惊无比，脸色变得很是难看。毕竟这4位可都是来头极大的人物，独孤星风就不用说了，这可是被誉为9世现任掌教中的最强者。而至于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那可都是半地巅峰中1等1的高手。哪怕红强不是9世的掌教，可是他的实力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连御水宫的掌教都奈何不了他，这就已经说明了红强的实力。眼下这4位竟然全部出现在这里，并且闯入了他们的禁地，并且轰碎了他们的密室，救走了他们的大敌，这显然不是好消息。几位仁兄，你们来我咒土门，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好命人准备盛宴，好好款待几位一番。咒土门掌教忽然面色一变，竟对着独孤星风等人抱拳施礼，他似乎是想要拖延时间。丧掌教客气了，我们今日来此只是为了一件小事，我们要带他们走。独孤星风指了指那已经被他与红强救下的蛋台雪和蛋台英明，这怕是不行。咒土门掌教摇了摇头，独孤星风淡淡一笑，说道：“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丧坤，今日我不妨就把话放在这里，我们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莫说蛋台雪与蛋台英明的人我们要带走，你们7兄弟的命我们也要带走。”独孤星风说道：“独孤星风，你真是好大的口气，还真以为5帝之下你已经天下无敌了不成？”咒土老七指着独孤星风破口大骂：“我独孤星风有自知之明，知道5帝之下我还不是天下无敌，但是对付你们这7个畜生还是绰绰有余的。”话到此处，独孤星风果断出手，他那一动竟然幻化7人，分别攻向了咒土七子。大言不惭，你是找死！咒土七子已经动用了咒土七杀阵，实力早已大增，又怎会惧怕独孤星风一人？眨眼之间，独孤星风便与咒土七子交战在了一处，而界师联盟掌教一级苗人龙则是赶忙为蛋台英明疗伤。至于红强，他没有为蛋台英明疗伤，也没有去帮独孤星风，而就这样站在一旁看起了热闹。楚风，怎么会是你？蛋台雪看到楚风，又惊又喜，这样的神情在他这冷若冰霜的脸上可谓是极难看到，怎么就不能是我？楚风笑了笑，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你又怎么会来到这里？蛋台雪问道。当然是来救你的，楚风说道。救我？听得此话，蛋台雪微微一愣，眼中涌现出复杂的情绪，随后他又看了眼独孤星风等人后才说道：这些人都是你叫来的，你加入了青木山，这位是红强前辈，那位是界师联盟掌教，那位是界师联盟的苗长老，那位是我青木山的楚风，一一介绍起来。我知道这位，他是青木山的掌教独孤星风，被誉为9世现任掌教中最强的存在，还有人说他在100年之内就有望突破界限，成为5帝。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很强，比我义父还要强得多。但台雪颇为赞叹，因为独孤星风的确很强，哪怕咒土七子已经施展了咒土七杀阵，7个人的实力都是大增，可是独孤星风以一敌7，不仅轻松自如，更是占据了上风。他没有华丽的招式，只是拳脚互用，掌腿交加，每招每式都是大开大合，君临天下。再简单的动作在他手中施展出来都不再简单。独孤掌教的实力
又有所增进了。这样耗下去，哪怕咒土妻子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时间紧迫，不能再看热闹了，一同出手，速战速决，收了这7个畜生的人头吧。戒师联盟掌教开口说道。与此同时，苗人龙也走了过来，回头观望。楚风发现蛋台英明身上的符纸已经被摘下，那进入他体内的幽绿蜈蚣也被化解，蛋台英明已无生命危险。不过蛋台英明因为受伤过重，此刻已经陷入了昏迷。敢来我咒土门撒野，你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咒土门掌教发现情况不对，说话间身形猛然暴退，自腰间取出一道特殊的符咒，掌心一握便捏碎开来。那符咒一碎，一层无形的波动也是瞬息传开，只不过那波动还没有传开多久，便被一层无形的屏障给挡了回来。见到这一幕，咒土妻子皆是大吃一惊，脸色变得很不自在。想求救找援军，那你可这就想多了。独孤星风发出了一声冷笑，那结界阵法已经布置完毕，这里就是一座死牢。咒土妻子莫说人出不去，就连消息也休想传出去。你们竟在我咒土门的禁地内布置了屏障，封锁了这里，想要在我咒土门的禁地斩杀我们。咒土门掌教恍然大悟，这还有劳了这3位优秀的黄袍戒灵师。独孤星风指向了咒土门掌教的身后，此刻戒师联盟掌教苗人龙以及红强都走了过去，与独孤星风联手，呈包围之势，将咒土妻子围了起来。虽然他们是4对7，从人数上就不占优势，可是气势上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就像是4只猛虎围住了7指猎豹，仍然是实力悬殊，占据上风。哈哈哈哈！可忽然间，咒土门掌教竟大笑起来，笑得异常的疯狂，笑得异常的诡异。为了对付我，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不过可惜，到头来你们还是要白忙活一场。今日你们不仅就不任何人，连你们几个也都要死在此处。我咒土门可不是你们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地方。咒土门掌教恶狠狠地说道。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等人都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已是战板鱼肉的咒土门掌教哪里来的自信，说出这样猖狂的话。而事实上，在独孤星风等人与咒土妻子对峙的时候，在咒土门的深处有着一座昏暗的大殿，那大殿漆黑无比，阴森恐怖。忽然间，一双眼睛猛然睁开，在这黑暗的大殿内散发出2道幽绿色的光芒，那是人的眼睛，但却比猛兽还要可怕。这是一位5帝强者，敢闯我咒土门者死，敢闯我咒土门者死。忽然一道刺耳的声音自那位口中传出，那声音之响亮，几乎传遍了咒土门的各处，就连楚风等人所在的地方也是听到了这声杀意十足的怒喝。这声音是5帝，是煞帝，怎么回事？他是怎么知道我们闯进来的？听的这个声音，换作独孤星风等人不安了，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那声怒喝所蕴含的威势是多么的强横，那已经超脱了半帝，乃是5帝境的高手。独孤星风，你真的以为弄这么一个结界阵法就能把我困在这里吗？那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丧坤了。实话告诉你吧，我通过特殊的符纸秘术凝聚了一道分身，那分身没有其他作用，但却手握符咒，只要我有难了，我便可以控制那道分身，发出求救的信号。你们这座结界阵法能困得住我的人，却困不住我的思想。我早已经用那分身来向煞帝前辈发出了信号，你们几个就在这里等死吧。咒土门掌教很是得意地说道。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等人都明白了，原来这咒土门掌教丧坤早就留有后手，竟然在这咒土门的其他地方藏了分身，这也就难怪他们已经将丧坤他们困在这里，并且阻挡了他发出的求救信号。而煞帝还是发现了不对，你确定死的人是我们吗？不过哪怕如此，独孤星风等人也并不惧怕，因为可不只是咒土门掌教留有后手，他们也同样有。此时此刻，禁地之外，咒土门的上空剧烈的颤动着，就连空间都在扭曲。地级武力肆虐间，仿佛天底下任何事物都将俯首称臣。而那股地级武力散发的地方，来自于一个身披黑色长袍的老者。这个老者有着一双幽绿色的眼睛，并且他的脸上刻画着无数道符文，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仿佛他就是一个拥有人类身躯的魔鬼，阴森吓人。这位一出现，咒土门的所有长老与弟子都是赶忙跪倒在地上，施以叩拜大礼，甚至连头都不敢抬，就犹如平民百姓向神灵膜拜一般。哪怕他们已经知道很可能有外人闯入了咒土门，但是他们也不用去找，也不用去追，因为这位出现了，就没有他们什么事情了。这位可是5帝，在他们心中宛如神灵一般强大的存在，只要这位一出现，不管是什么样的闯入者，都只有一个下场，死。可就在这时，忽然有一物以极快的速度自远处飞了过来，那物一出，天地动荡，几乎整个咒土门的所有角落，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物的强大，尽管没有看到，但也能够感受到有一股异常恐怖的力量从天际压迫而下。当那物出现之后，甚至有很多咒土门的弟子难以承受那种压迫感，纷纷口吐鲜血，甚至更弱者当场爆体身亡。然而面对那急速掠来袭向自己的遗物，煞帝却没有闪躲，而是探出手掌将那袭击来的东西给抓了下来。当那物入手之后，所有的威势，所有的力量全都化解掉了。而当煞帝张开手掌，才发现他手中的竟是一颗很是普通的小石子，一颗石子就掀起了这么大的波动。这说明不是这石子厉害，而是那出手的人厉害。既然都来了，何不现身？煞帝望着那石子飞来的方向，以阴冷的语气说道。一道苍老的笑声响起，一道身影也是自虚空浮现，只不过这道身影却包裹着一层金色的光芒，那光芒附体，根本看不清这位到底是谁。
甚至连他是不是人都不清楚。既然都来了，何不现出真身？这一点勇气都没有，也敢来我咒土门捣乱？煞帝冷声说道。那位依旧没有说话，而是发出了一阵笑声。这笑声很是讽刺，但却也是经过处理的，因为这位正是守在远处的炎族老祖，他不能暴露身份，所以只能这般。事实上，他只要拖住煞帝，让独孤星风等人快点将人救出来就可以了。忽然间，煞帝身形一动，化作了一道黑色的流光，以极快的速度向那禁地飞掠而去。他实在太快了，常人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影。然而，就在煞帝动身之际，炎族老祖也动身了，如影随形地跟随过来，并且向煞帝发动了攻击。那是一掌，看似寻常的一掌，却蕴含着绝对的威胁力，哪怕煞帝也不能置之不管。煞帝没有闪躲，而是袖袍轻轻一挥，便掀起一道狂暴的旋风，将那股掌力化解开来。你是想拖住我？原来煞帝是在试探这位不明来客的目的，而他的试探成功了。这位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炎族老祖依旧只是笑而不说话，煞帝不动，他也不动，想拦住我，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煞帝也不废话，忽然掌心一翻，数道符纸便飞掠而出，射向了炎族老祖。而炎族老祖则是早有准备，单手张开，对着虚空那么一划，竟然一手变数手，无数道地级武力凝聚的手掌纷纷抓向了煞帝所射出的符纸。刹那间，天摇得晃，涟漪四起。这涟漪可不是寻常的涟漪，咒土门几乎没有人能挡得住，而炎族老祖也不给煞帝去挡的机会，所以那涟漪肆虐开来，破坏力相当恐怖。只是顷刻之间，天塌地陷，二人下方的所有建筑都被震成了飞灰，而那些弟子与长老也同样是被震得四分五裂，死的不能再死，哪怕数千里之外也是碎石纷飞。无数弟子与长老纷纷口吐鲜血，随后便趴在了地上。武帝的实力就是如此恐怖，哪怕不是有意为之，只是交手的余波，也可毁灭千里之的，屠杀数万生灵。怎么回事？是何人交手，竟产生如此大的波动？禁地之中，咒土老七发出了不安的声音。你们竟然也请来了武帝？咒土门掌教忽然面容大变，先前还得意无比的他顿时变得无比惶恐。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原来不只是他有后手，独孤星风等人也有后手。而只要想到煞帝已经被那位武帝拖住了，他的心就瞬间跌落了谷底，因为他们可不是独孤星风的对手。若是煞帝不能快速的来救他们，等待他们的将是死路一条。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就只能带你上路了，记住下辈子做个好人。独孤星风也不回答他，而是在那微笑的嘴角上露出了浓郁的杀意。动手！随后独孤星风猛然大喝一声，与此同时手中竟出现了一把半成地冰。虽然那是一把仿造品，但威力却远远大于王冰，尤其是在独孤星风的手中，那把半成地冰的威力更是提升了无数个档次。是该结束了。与此同时，红强、苗人龙以及戒师联盟掌教也都纷纷亮出了他们的兵器，他们不再有所保留，是要使尽全力尽快解决掉咒土妻子。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就算有炎族老祖帮他们挡住了煞帝，可是他们还是要尽快离开，否则若是惊动了咒土盛会的老家伙们，那可真就大事不妙了。独孤星风，你胆敢杀我们，是想引发咒土门与青木山的战争吗？我告诉你们，我咒土门可不怕你青木山，若是两座势力交手，你青木山也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你现在收手，一切还来得及，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放你们走。咒土门掌教以及他的6位师兄卖力的抵挡独孤星风4人的致命攻击，抵挡的同时，咒土门掌教还想寻找一线生机，分身掌握的符咒最多能传递出求救信号，以及你所在的位置，绝对不可能将你所看到的以及所听到的都传出去。你当我们这么好骗，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明白吗？别忘了，我可是戒师联盟的掌教，对于这种事情比你了解的多。戒师联盟掌教冷笑道。丧坤，你就别忽悠了，先不说你咒土门有没有开战的勇气，就算真的开战，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吗？要开战也是我青木山与戒师联盟联手，你咒土门若敢开战，等你们的便只有被灭的份。再说了，就算你真的把消息传递出去了，可若是抓不到我们，没有证据，你们敢开战？若是敢，以我青木山的人脉，也绝对不会怕你咒土门。独孤星风不以为然，他不是真的不怕开战，而是他坚信咒土门掌教没有把他们的身份传达给煞帝，只要煞帝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就算杀了咒土妻子也是毫无关系。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装作天不怕地不怕，把咒土门掌教逼入绝地，打击他的信心。而听得独孤星风这样一番话后，咒土门掌教脸色一变，气得身体一僵。他明白了，独孤星风是非杀他不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他。他今日怕是真的要死在此处。而就在咒土门掌教这一愣神的功夫，独孤星风手中的半成地冰已是刺入了咒土门掌教的丹田之中。随后只见独孤星风的手腕一抖，一股狂暴的力量便涌入了咒土门掌教的体内。只听砰的一声，咒土门掌教的肉身便被震成了粉碎，那鲜血更是溅射到了丧坤那6位师兄弟的身上与脸上。独孤星风，你不得好死！眼见着丧坤被杀，丧坤的6位师兄弟也是暴怒无比，拿出了一副视死如归，要与独孤星风等人同归于尽的架势，便杀了过来。死的是你们！独孤星风面容越发冷冽，手中的半成地冰猛然划开，只见6道寒芒一闪而过，咒土妻子剩下的7位的身体皆是被斩成了2段，形神俱灭，已然毙命。咒土妻子之所以能与独孤星风抗衡，是因为他们的咒土七杀阵，而只要少了一个人，他们的咒土七杀阵便发挥不出来真正的力量。
只是徒有虚表罢了。所以在斩杀了咒土门掌教后，剩下的6位根本无法与独孤星风抗衡，只是一击，独孤星风便将他们全部斩杀。见到这一幕，莫说楚风淡苔雪看得目瞪口呆，就连参战的红强、苗人龙以及戒师联盟掌教也是目瞪口呆。明明都在同一个境界，却有着碾压他人的实力。这独孤星风的最强掌教之名，的确是名不虚传。独孤星风摊手一抓，将咒土妻子身上的宝物、兵器以及乾坤袋全都抓入手中。随后他掌心一翻，一股武力便肆意而出，便将咒土门掌教等7人的尸体轰得连渣都不剩，一点证据都没有留下。服下吧。与此同时，戒师联盟掌教取出几颗丹药，纷纷递给了众人。楚风等人服下后，面容便纷纷变化。他们来的时候是伪装进来的，离开的时候自然也要伪装着离开。身体全部变化后，他们又布置了一座阵法，将那阵法伪装成那密室的样子，把这座战场伪装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这才离开。当楚风等人离开禁地之际，发现整个咒土门都乱套了，无数人在奔跑，惊恐的呼喊声响彻不断，远处更是浓烟滚滚，天际之上更是涌动着无比恐怖的压力，封锁了整个上空。是炎族老祖与煞帝他们2人的交战，虽然不分胜负，但却使得咒土门损失极大，不仅毁坏了不少建筑，更是杀死了不少咒土门的人。现在所有弟子和长老都在远离他们2人的战圈，生怕被他们的余波所牵连，因为只要被牵连，不管你是何境界，只要是5帝之下，几乎都是必死无疑。5帝果然可怕，看着远处那坑坑洼洼的战场以及鲜血淋漓的大地，哪怕楚风也是心头一颤，那是5帝的余威造成的，单凭余波已是如此，若是他真的要屠杀，又会多么恐怖。也许这无边无际连绵数万里的超然势力咒土门，也要在顷刻之间被毁灭。楚风，你们先走，我去接应严前辈。独孤星风暗中传音道：不，一起来的就一起走。然而楚风却是一口拒绝。